江主任，你的医术救了这么多人，千万不能死啊！妙妙，他们都说我救了很多人，可以功成名就了。只希望我们下辈子还能够在一起。哎，让一让，让一让！小心！江医生，花姐，我爱你。苗苗，我来找你了。这是什么破结局？新上任发生意外早死，自己却命运多舛，染上一病死了。好可怜的一对有情人。作者是谁？我要寄刀片。秦小姐，外面您的粉丝想见您。好。奇妙啊奇妙，你不但是个设计师天才，而且还有这么多的粉丝，可真是太棒了。哼。这是哪儿？今天是1987年5月8号，苏城广播向各位人民群众问好。1987年，苏城，我穿越到那本年代小说里了。这汉子为了救秦家傻子秦妙呛水，估计救活了吧？就是，活不了了。秦家傻子秦妙，我穿越成了小说男主的早死的心上人。不行，我既然穿越过了，我就要帮助小说男主改变一下凄惨的命运。他好像没气儿了。让一让，让一让。胜送败俗。对呀，就这样。醒了。你醒了。你醒了。是你救了我。为了救人，居然和男人亲嘴。哼，傻子果然是傻子，以后啊，怕是更难嫁了。你才是傻子，你全家都是傻子。哎，人工呼吸知不知道？真没常识。你没事吧？谢谢你救了我把你送去医院吧。散了散了，走吧，走。你没事啊？我没事儿。没事，我自己去就行。这男人明明刚死里逃生，结果抱起我毫不费力，真男人。这趟穿越值了。好了。哦，谢谢你啊。今天不顾自己清白那样救我。我愿意对你负责，娶你。娶我？对。就因为我给你做人工呼吸？江医生，你脑子被水呛傻了？
我是认真的。差点忘了，这个年代的人都很保守。不用了，我不会因为救你的时候给你给你做了人工呼吸，就要你对我负责的。如果救一个人就要对他负责的话，那这个世界上的医生还要不要救人了？我知道，但是人言可畏啊。况且你一个女孩子。哎呀，我不在乎，你是因为救我才呛水的，我怎么可能因为流言蜚语就见死不救呢？况且你就算对我没有恩情的话，我也会毫不犹豫的救你，这是我作为人的本能，跟负不负责没有半毛钱关系。你很好。是吧？我也觉得我很好很好。哦，时间不早了，我得回家了，家里人担心，我先走了。忘记问他叫什么名字了。我现在穿越成奇妙了，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蝴蝶效应，让我无法见到焦怀瑾。苗苗要是有什么事儿，我也不活了。妈，没事的啊。不会的嘛。妙妙，妙妙，我的妙妙，你没事吧？哎呦，你让妈妈担心死了。妙妙，姐姐答应你，以后不会让你一个人出去。对，妙妙，以后哥哥到哪儿就带你到哪儿。原主这傻姑娘虽然命苦了点，家穷了点，但妈妈和姐姐哥哥却都最疼爱原主。既然我用了这具身体，以后就由我秦大设计师替代原主在家里飞黄腾达，让这一家子从此吃香的喝辣的。妈妈、姐姐、哥哥，过去10几年辛苦你们照顾了。不辛苦。妙妙，你不傻了？你们放心，有我在，咱家很快就要过上顿顿有肉、天天有新衣的好日子了。妈，又开始说胡话，我看不对，妹妹。哎呀，姐，你信我？哼，等着瞧吧！就凭我的服装设计水平，在这80年代简直是降维打击，还愁赚不着钱？你好，您这里还招帮工吗？哎，你不是那个痴傻又好吃懒做的秦家傻姑娘吗？不招了，我们只招会缝纫的员工。我不傻了，这打板裁衣啊我都会，而且我对服装设计特别的在行。我前世可是蝉联世界设计金奖数年的服装设计师，看姐不让你开开眼。行了，别闹了，我赶紧走吧。曾裁缝，我刚在你这里定做的衣服啊，才穿1天就崩坏了。你说，你是不是偷工减料了？徐小姐，您是我们这儿的贵宾，我怎么敢给您偷工减料呢？您看啊，这都是最好的针线，顶好的料呢。你的意思是我长胖了呀，穿不上你做的衣服了？没，我没那个意思。实在不好意思，让你有了不愉快的体验。要不这样，这衣服您交给我，我保证给你补得漂漂亮亮的。好吧，那我就再给你们一次机会。嘿，怀瑾，你说说你啊，你才回苏城当医生多长时间，就把自己搞溺水了，你行不行啊你？怎么，你很失落？哎呦，还能贫嘴，说明恢复正常了吗？对了，妙妙单着，就算恢复了智力，也还是怕被人欺负了去。江怀瑾倒也算是个靠谱的依靠。哎，家里头不是一直催你成家吗？我家里啊刚好有个妹妹，
虽然说呢人傻了点儿，但是心地善良，要不你俩见一见？不用了，我有想娶的人了。真的假的？你身旁不是平时连个母蚊子都没有吗？哪家的姑娘？我还不知道她叫什么，也不知道她家住哪。不过我已经派人去打听了。你喜欢这个姑娘，肯定比不上我妹妹。不可能，在我心里，没有人能比得上她。切！秦妙，你怎么敢乱动别人衣服呀？雪丫头，你连我们的裁缝都不认识了？宗雪，这就是重生女主吧？我记得小说里女主以为男主江怀瑾只是个普通医生，瞧不上他，让原主捡了喽。结果女主得知了男主身份是第一纺织厂的继承人后，才后悔当初重生想攻略男主，可惜男主为了原主终身未娶。啊，他一个傻子是我们家的裁缝。许小姐，你可千万别被他给骗了呀！好啊，你曾裁缝，你找个傻子唬我。秦妙，上辈子你嫁给江怀瑾后幸福了一生，这辈子我可不会让你成功嫁给江怀瑾。这么重要的活，还是交给我来吧。不用。我已经缝好了。真好看。哎，好针线，好手艺啊！这连我都自愧不如啊！这怎么可能？这比以前好看多了。我还没见过这么合适我的衣服。我下次啊还来找你做衣服啊。妙妙，从明天开始啊，你可以来上工了。好。上辈子秦苗不傻了后，靠裁缝和设计，在过几天的纺织大赛赢得了江夫人的青睐。哼，这次我一定要抢先让江夫人看上我。哎呀，今年的设计都不太行啊。妈，我跟你说啊，我这次当纺织大赛评审是最后一次给你当免费劳动力了，以后我就专心当我的医生了。你都决定了，我能有什么办法呀？唉，只不过你这每天跟瓶瓶罐罐打交道，什么时候才能结婚成家呀？我自有分寸。妙妙，你还会做衣服呢？这有什么好奇怪的？之前妈不是教过我跟姐姐吗？之前你那不是傻了吗？你以为妙妙是你呢？咱妙妙呀，过目不忘，天赋过人。瞧瞧这做的，这十里八乡没人能比。哎，对了，过2天啊，城里边不是举办那个1年1度的纺织大赛吗？听说啊，那个奖金呢，足足有500块。纺织大赛，我拿个第一肯定没问题。有了这500块，不是很快就能开自己的成衣店了？这些是通过的设计稿，一会儿念到名字的就可以上台展示了。等一下，我也是来参加纺织大赛的。这里可是纺织大赛，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参加的。说我是阿猫阿狗，那在座的各位，岂不是连阿猫阿狗都不如啊？这是我的设计稿。这是你画的？哼，这秦家的傻子撒谎撒了10几年，你现在不傻了？以为抄张设计稿来报名没人发现吗？要是抄的，这可不能参赛啊！等会儿要是被发现雷同啊，可别怪我没提醒啊！是不是抄的？等评委见了，自见分晓。副厂长，这里还有一张设计稿。哎，这个还不错啊。这个可以。来，你看。秦妙，哎，这个设计倒是挺让人眼前一亮的。对，
但是这张设计稿有一些争议，有其他参赛者说这位参赛者之前有智力缺陷，才好没多久，说他可能是抄的。我看这里面并没有一模一样的设计稿，况且比赛本就是平等的挖掘每一个设计人才，单凭参赛者的过去就随意否定，哼！妈，我出去走走，下一轮再来。借过一下。我也赞同怀瑾说的，不过我们比赛还是要看成衣的。他带来了吗？他说可以现场做。现场做？啊，现场做啊！我们厂里最好的裁缝做一件成衣都要1天半，他竟然说能现场做。哎，这位同志，是不是他抄了我的要被取消资格了？没有雷同，不过评委说了，下一轮呢要看看秦妙同志的成衣。好，怎么会这样？就算进了下一轮又怎么样？连我这样高超的手艺都不能在3天内做出一件成衣，他怎么可能在现场这么短的时间做出成衣来？没想到还真的会做衣服呀！我做好了。这才半个小时，这速度，雪雪都比不上啊！不错，赶紧穿给评委们看一看吧。做的那么快，到时候穿上身别全都是错处。好啊，那我就让你开开眼。他家穷的都掀不开锅了，我就不信他一个乡下来的土妞，这做的衣服能好看啊？等会儿穿上指不定多难看，说不定现在呀就是为了博眼球，故意在这瞎折腾。就是，瞧他那得意样，等会儿有他好哭的。比赛的目的是为了招募人才，不是让你们来质疑和抹黑的。我们要公平公正对待每一位参赛选手。这位同志，我们不是那个意思。那秦家的秦喵傻了10几年了，现在突然成了裁缝天才，我们呢也只是好奇罢了。每个人都有背后努力的时候，要是没有证据，就不要无端的猜测别人。只有对服装设计足够的用心，才能做出最好看的衣服。他这个设计完全是出自人意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想不到他有这么维护别人的一天。这个女孩能在这么短时间内做出成衣，绝非等闲之辈。一会儿倒是要看看，要是看得上怀瑾，妈，你就别多讲了。你现在啊，就好好当你的评委。结婚的事儿快了，快了。你看上哪家的姑娘了？保密。这设计也太陈旧了。下一个。这也太一般了，中规中矩吧。看来今年没有好的设计，真让人失望。这个还不错，做工精细，款式也还新一些。这个是花过心思的。重来一次，我眼光可不是一般人能比的。这次大赛的第一非我莫属，秦妙你输定了。这下江怀瑾肯定对我有所改观吧？一般。还有最后一位，秦妙。那个秦妙怎么还没来？肯定是这衣服做的太差，穿在身上太丑，不敢出来了呗。来了。
这是苏绣啊！我从未见过这种针法，这刺绣绣得活灵活现，这布料还只是最普通的，这设计绝了！是他。哎，好，好啊，好。这个秦妙竟敢抢了我的风头，这下糟了。江怀瑾不会对他起了心思吧？非常好，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设计。那还用说？本天才设计师的手艺可不是开玩笑的。他原来这么厉害。这小子能有这眼光，要是这姑娘肯来我们厂，还愁这臭小子不回京城。我宣布，秦妙获得此次纺织大赛的第1名，获得500块奖金。秦妙同学，刚刚你的手艺我们看到了，我们商量了一下，想聘请你作为我们厂的设计师，意下如何呀？纺织厂女设计师，可是挤破头都挤不进去的。没想到秦妙这么厉害，哎，当初不该得罪他。是啊，是啊。秦妙，你有这手艺，你也教教咱们呗。感谢各位评委对我的认可，不过我拒绝。我这拒绝！不会我去吧？服装设计是我的梦想，我知道加入第一纺织厂能够让我有更多的机会去面向市场，但是我还是想靠自己的力量去改善我们家的生活。我也希望我自己的设计能够带领我们苏城服装走向全国，甚至走向世界。好，秦妙同志，我们第一纺织厂支持你这样有志向的人才。这是我儿子，他以后也会留在苏城当医生。你以后有任何需要帮助的地方，可以直接找他。你好，我姓江。你好啊，江医生。虽说妙妙好了，可我这心吧，一直放心不下。你帮妙妙找个对象，好好护着她，不然妈这心里老担心着。妈，你说的我都知道。咱妙妙脑子恢复了，长得也还算过得去，我会给她找个好对象的。既然江怀瑾不同意，许医生还算靠谱和知根知底了。虽然妙妙还是有点傻，但其他都是顶好的。要介绍也得介绍各方面优秀的美人。我去打个电话。喂，许医生，我是秦征。我冒昧的问一句啊，你今年多大了？秦征，你不是休假回家了吗？怎么突然跑来关心起我的年龄问题了？哈，是这样，我家里有一个妹妹，她现在……打住！我没记错的话，你比我老，也没对象。个人大事上，你还是操心操心你自己吧。你先别管我，你就说你搭不搭眼相看。我跟你说啊，我妹妹可好着呢啊，只是相见一下也不是不行，算你识相。哎，对了，你找对象有没有什么要求？只有一个要求，缘分。你醒了？你之前落水的寒假还没有去，再加上你身体比较虚，所以才会晕倒。原来是这样，让江医生见笑了。没关系，身体太弱了，想要避开书里的意外死亡，必须提前预防。第一步，得先把身体调养好。这样吧，以后你可以到我这儿来，我可以帮你调理一下身体。可以，既然穿越来了，我知道结局，还有时间改变。那不管以后的意外死亡，还是江怀瑾的命运多舛，我一定能阻止的。
就是不知道江怀瑾什么时候出现。小青同志，你怎么样？谢谢阿姨，我没什么事儿。啊，那就好。小青同志，你之前是不是认识我儿子呀？他眼珠子都要掉到你身上了。阿姨，我和江医生才见过2面而已。妈，没什么没什么，我是看你人长得漂亮又有才华，不知道谈了对象没有？你对对象有没有什么要求啊？要很高，要1.8米以上。对对对，男孩子就是要高，还要长得好看，长得好看才养眼嘛。还要有男子气概，要大方，最好是要对我好。你对对方的年龄有没有什么要求？年龄，我今年19岁，我喜欢比我大的，最好不要超过4岁。书里的江怀瑾，我记得他年纪就只比我大了3岁。完了，户口本上填错年纪，算下来大他7岁了。是的，年纪大一点，知道心疼人。不过小秦同志，那要是户口本上年龄加起来大个6、7岁，应该没有事吧？那就更不可能了。户口本上年纪填错，也就大个1、2岁，大6、7岁这种，一看就是那种有问题的人。谁让某些人小时候为了学医拜师，故意将自己的年纪填那么大？那阿姨，江医生，我就先走了。好。哎，儿子，人家姑娘没看上你，可不能勉强啊。妈，我不是那种人。哟，妙妙，我听说你得了今年纺织大赛第1名，之前我还说让你做帮工，真是可惜你了。我这打算呢，让你来我们家做裁缝，1个月给你40块啊。40块，爸爸，你对他那么殷勤干嘛？你要是敢请他来，我就不在店里帮忙了。嘿，臭脾气又来了，人家妙妙手艺这么好，来咱们铺子是咱们幸运，你犟什么犟？我今天就把话放这儿啊，妙妙来定了，你要是闹脾气回家随你便。还是不麻烦曾叔了。曾叔，其实我这次来就是想告诉您，我想自己开一家成衣店，不能来您的店帮忙了。什么？你是对待遇什么的不满意，还是雪丫头的脾气太差了？哦，不关这些的事儿，是因为做一个自己的设计和品牌是我的梦想。什么梦想呀？不就是得了次第1，尾巴翘到天上去了吗？好吧，我也知道，像你这样的人才呀，是不甘平凡的。你在纺织大赛的话，我都听说了，我也支持你啊。谢谢曾叔。秦同志，今天是你第1天治疗，我先帮你疏通血脉，放轻松。要是把我以前在现代设计的那些衣服款式放在这里卖，应该很快就能爆火。不过眼下还需要采买些缝纫机，听说这年代的缝纫机很难买。秦同志，疼吗？秦同志，秦同志，你的手……对不起啊，我先出去一下。小青同志，你怎么了？哎呀，是不是江怀瑾对你做了不规矩的事？好啊，这臭小子，走，我现在就带你去讨回公道。不是，江怀瑾，好啊，妈，你这臭小子竟然敢随便欺负女同志！你看我不是这样的。小青同志，你放心，
我们江家家教严格，我绝对不允许这小子对你做出任何出格的事情。我一定会为你讨回公道的。哎妈！这真的是误会，江医生他没有欺负我。啊？真的？嗯，真的。好好好，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那没事儿，我就出去了啊，我就不打扰你们了啊，不打扰你们了。那个，刚刚的事儿，没关系，我知道你也不是故意的。对，我刚刚想别的事儿去了，然后一时我就这样那样，我就这样。救命啊！人怎么能闯这么大的祸？不知道有没有吓着他。以前怎么没发现？你这个诊室好像比我的大一些。怀姐，不得不说啊，你穿这么一身还真是挺人模人样的。你怎么来了？我呀，作为你多年的好兄弟，我再提醒你一句，我妹妹是真的很不错，我怕你错过了，可是会后悔的哦。我说了，我有想娶的人，别人怎么样与我无关。得，这可是你说的啊，那我可就把我妹妹介绍给许岩了。到时候你要是反悔了，可别怪兄弟我没跟你说啊。行，你想介绍给谁都行。哎，错过我妹妹是你最大的损失。没想到你还挺会忍痛的。那是当然，为了保住我这个世界的小命，再痛都得忍着。一个男人怎么长得这么好看？你放心，以后施针就不会这么痛了。今天回去的时候，小心伤口不要碰水。好。那今天的治疗是结束了吗？你着急回去吗？哦，不是，是我想去城里的百货商店看看缝纫机。啊，我正巧也要去城里的百货商店附近的纺织分厂，要不你坐我车？真的吗？那太好了，那就麻烦江医生了。那走吧。谢谢江医生，就送到这里吧。哎，那我走了。哟，怀姐，你咋来了？不在医院忙活？我有点事儿。什么事儿啊？啊？你小子该不会是动心了吧？我说呢，怎么突然来看我？原来是顺道的呀。得，你们一个两个呀，都来给我炫耀。一个两个？还有谁啊？许岩，前天他还给我打电话，说秦征给他介绍了个对象。哼，咋？这事儿你知道啊？不是，我是想知道许岩在姑娘面前是什么样。行了，咱也别在这儿说了，到分厂看看。走走。没想到这有钱也买不着，买个缝纫机还得需要票的。去哪儿给他搞票啊？奇妙，一个人啊。哎，能，钱拿着，你们去帮我找找那女人的麻烦。哦，身材不错呀。这样以后你们让她抬不起头来，我还能再加10倍。放心，姑娘，我明白，这忙我帮定了。有人跟踪。小姑娘，
你要干什么？看你这人生路不熟的，要不我哥哥帮你带带路啊？总有种不安的感觉，该不会是秦妙？她一个女孩对城里不熟，要是遇上拍花子的，怎么了？我总有点不放心啊！你帮我看一下车，我一会儿来找你啊。哎，你想怎么给我带路啊？看你这模样，哥哥带你去快活。我呀，哥，哎呀，哎，救命啊！别动！还好我在现代学过搏击。别，痛，放过我吧，同志啊！放过你？要是我打不过你的话，你会放过我吗？别，同志，没想杀你，我只是想……怎么，想毁我清白是吗？住手！哎，同志，救救我！救救我！秦妙，快住手！江医生，你也要帮他？我不行！别脏了你的手，我来处理。像你这样的小混混，这就是你欺负妇女的下场。走。这个人呢，是我们分厂的流氓惯犯，你们可帮我们立了大功了。哼！哎，这么美，怪不得你小子铁树开花。别瞎说。哦呀，姑娘你放心啊，这个臭流氓啊有犯罪证据，况且你刚刚正当防卫，把他也给废了，他呀以后再也多不了恶了。我那就是一时情急，他这种人就是以为女人好欺负，那我可不能放任他呀。做得对，对付这种人就应该这样。秦妙，你要不先出去等我，我跟张元交代几句，一会儿带你回去。哦，好，拜拜。怀姐，啊，这姑娘看着比你小不少啊，你这是老牛吃嫩草啊？去你的，谁老牛？那你呢？我跟你说，你好好操心你自己的事儿吧。那个人你照看好了，别再让他出来祸害姑娘了。我走了。这还没成呢，就在这损我了，损友啊！什么损友啊？哎，嘿，许岩，你来的正好啊！怀瑾铁树开花，有喜欢的姑娘了，真的？我还以为他这辈子都不会再开窍了呢。哎呀，还是你好，来看我还知道给我带东西，不像怀瑾，有了心上人就忘了老朋友。谁说这是给你带的东西了？我这是要去秦家，这是给他妹妹的见面礼。哎，连你也损我。秦主任家妹子咋样？你这样也得配个俏姑娘吧？这找姑娘啊，最重要的就是性格好，做事端正。难怪你找不到媳妇儿。不跟你说了，我要去送东西了啊。嘿，你放开我！这怎么了？街坊邻居们救救我！这姑娘怎么随便打人啊？曾雪，你给我说清楚了，什么叫我妹不清不白的？本来就是，你妹妹前段时间还随随便便吻了个医生，今天我亲眼看见她去城里找野男人去了。你敢打我？我打的就是你！我妹妹那是去救人，倒是你整天一口一个野男人，我搞不懂你一个黄花大闺女，怎么嘴就这么脏，无凭无据，想用这些脏水害死我妹是不是？是啊，这种话可不能胡说。秦妙手无缚鸡之力，眼下只怕被那小混混毁了清白。不信你们就等着瞧吧。哎，这什么人呢？这是！哎，对呀，真是的。告诉你，下次再让我听到你污蔑人，我就算记档案处分，也得把你揍一顿，听到没？看什么看？很有趣吗？抱歉，以为他是在欺负人，没想到是在伸张正义。这姑娘很可爱。
这人怎么一直跟着我？你什么意思？你是秦征的妹妹吗？啊，你认识我哥？你不会是许医生吧？你认识我？看来她就是秦征想让我相看的姑娘，倒是有点意思。哼。对了，你哥托我送回你们家的。要不你进去坐坐？啊，不了，我还有事儿。这人可真奇怪。啊！哎呀，哎呀！我说的呀，可都是真的。那秦家的秦妙啊，就是去城里找野男人去了。等会回来，指不定有多狼狈呢。你们就瞧好了啊！曾雪，你又在搞什么鬼？找这么多人来干嘛？奇怪，秦妙怎么是跟江怀瑾一起回来的？当时江怀瑾明明不在。你装什么装啊？谁知道你在城里干了啥见不得人的事儿啊？你怎么会这么笃定？我在城里没了清白？只怕是有人故意指使，想要污别人清白。曾雪，你故意买通小混混，想毁了秦妙同志的清誉，你未免也太恶毒了些了。什么？雪丫头是故意的？怪不得他这么笃定，不能这么欺负人，得给人家道歉。道歉？道歉啊！就是啊。对呀，这也太过分了。对江医生，我没做。混蛋！江医生，我们走。走。江医生。哎哎，是江医生，今天就送到这儿吧。今天多亏了你，如果不是你的话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别这么见外嘛，我是不可能让你受到伤害的。让一让，让一让！哎，小心！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只是想拉你一把。我无意冒犯。你先别说话。好了，擦干净了。既然刚刚的事情是个意外的话，那我们就都忘了。我先回家了。啊！怎么会忘记呢？江医生，江医生，秦妙，你来了，坐。江医生，你找我来是关于治疗的事吗？不是，是缝纫机的事儿。我妈知道你准备开店，想着你需要，特意给了我2张厂里的缝纫机票，给你。真的吗？这也太及时了，江医生，真是太感谢你和阿姨了。这对我来说简直是雪中送炭。你也别这么见外，你的努力我跟我妈都看在眼里。这2张票在我们这儿也没什么用，这正好可以帮到你。江医生，这也太贵重了，我不能白拿。你要真想感谢的话，就要好好把成衣店开起来，实现你的梦想。江医生一家都对我这么好，不如我给江医生做几身衣裳吧。就是这样，辛苦你们了。没事儿，不辛苦。铺子也租下来了，明天就让姐姐来跟我一起打扫卫生。啊，一切都步入正轨了。这一切这么顺利，还得亏了江家。给江医生做衣服的事情，我也得赶紧提上来了。南式西装，它是给谁做的？
奇妙。江医生，你来的正好。江阿姨，你也来了。是啊，小青同志，我们要回京城了，纺织厂的事情多，我是特地过来跟小青同志你道别的。不知道这小子支棱点没有？我都要走了，干脆再帮他一把。上次你跟我说的那个标准啊，我回去想了一下，我们厂还真的有一个男士，又高又帅又有责任心。就是你说的那个标准，年龄稍微大个3、4岁。你看，果然上了年纪喜欢给年轻人凑对是亘古不变的道理。可我还要等小说男主呢，为了防止江阿姨以后给我一个劲儿的介绍对象，还是找个借口吧。不用了，江阿姨，我们家已经给我介绍相看对象了。啊，小青同志，你还这么年轻，你们家怎么就这么着急给你找对象啊？江阿姨不是之前还说我到找对象的年纪了吗？哦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小青同志，你的事业才刚起步，外面优秀的男士很多，你可以多挑一挑呀，不要这么着急就决定自己的终身大事啊。看来他对他的相看对象挺满意的，那件男士西装恐怕就是给那个人做的吧。妈，我们先走吧。我话还没说完呢。江医生，等一下。儿子，妈先走了。怎么了？江医生，你来的刚好，你靠近一点。哦，把衣服脱了。哎，脱衣服？对啊。我忘了告诉你了，江医生，为了感谢你之前对我的关照，我打算给你做几件衣服。那你看，这就是我打算给你做的衣服。原来他是想给我做衣服呀。怎么样，这个设计不错吧？啊，好看。那把衣服脱了。哎，这腹肌，这肌肉线条，江医生一个医生身材也这么好吗？秦明，秦明，你不是要给我量尺寸吗？对。江医生，你把胳膊抬起来一下。哦。秦妙，你真要家里给你介绍相亲对象了吗？当然是真的啦。怎么啦？没什么。那现在量完了，我准备去给你做衣服了。好，我还有别的事儿，那我先走了。好。不对啊，江医生今天知道相看对象之后的状态跟之前不一样了，难道他真的喜欢我？之前从未听过秦妙说相看对象的事情，看来就算是安排的，他也不一定有多少感情。儿子，人家家里已经都安排相亲对象了，要不咱们还是放弃吧。妈，我都了解清楚了，那是家里给他介绍相亲对象，就见过几回面，有没有感情那还另说呢。不管怎么说，是我先认识的秦妙，我得先展开行动，让他断了这个相亲的念头。行啊，你小子，
你这多年不出手，一出手还挺有行动力的。那是。好，妈支持你。小青同志是个好姑娘，你赶紧把她给我追回来。我会尽快的。好。秦月，店里都打扫干净了，只差……许言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刚巧路过。不好意思啊，许同志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不过你的帽子和衣服都脏了，看料子还挺金贵的，要不你回去换一下，我帮你洗洗。没关系，都是我自己不小心。如果你要愿意帮我洗的话，我就确实不恭了。我回去换件衣服就马上过来，又有理由可以见面了。不是，我那只是客套一下，你怎么还当真了？秦苗，好久不见。不对，秦苗，你衣服做好了吗？也不对啊。秦苗，许医生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还这个造型？你懂什么？我这叫爱情的结晶。看来许医生变得不轻啊。我这是来追我老婆的。哦，怎么？要不我给你传授传授经验，让你也早日品尝爱情的结晶。就你这种爱情结晶，我还是算了吧。我觉得还是用我自己的方式打动他比较好。好啊，我看看你要多长时间才能追到老婆。西院这时候有事，看来这些话只能下次再说了。太好了，现在营业执照也有了，离开店又更近了一步。江医生，他来干什么？姐，刚刚有人来过吗？刚才没有人来过啊。不过你哥先前介绍那个相看对象倒是来过。相看对象？怎么回事啊？我刚刚不是在打扫卫生吗？这抖抖手帕功夫，那人正好来了，这毛巾上脏东西溅到他身上了，我觉得还怪不好意思的，所以就让他把衣服送过来让我洗洗。不过他刚刚跟我说的是马上就来，这都2-3个时辰了，这太阳都要落山了吧？居然是这样，他可能有什么要紧的事情要说也说不定。有什么事情比你未来姐姐的约定还重要？上次也是，他把东西带到这儿就离开了，也不问你何时相看。我看这人啊，对妙妙你不上心，不值得托付。那就不相看了？不成，你呀，才好没多久，这妈和姐姐还有你哥，就怕你在外面被人欺负，就想找个男人给你顶着，对象肯定是要找的。我这身手倒是不会让人欺负了，不过像上次那样，还是有男人出面才。别脏了你的手，我来处理。我在想什么呢？江医生只是见义勇为，况且我还得跟男主发展关系呢。
哎，想什么呢你？奇妙，你在忙吗？江医生，你来的刚好。我给你做的衣服做好了，你试试。好。怎么样？江医生穿上这些衣服，果然跟我想象中的一样好看。真的吗？我还是第一次穿这种款式的。别动。他该不会是想跟我表白吧？你头上有一个线头。哦，奇妙同志。我今天的确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告诉你。奇妙同志，我其实是想告诉你，我喜欢你。奇妙同志，既然你能接受家里给你介绍相看对象，想必你也不会拒绝找对象。我是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，收入稳定，你的思想善良，一切都让我着迷。我没关系，就算你拒绝我也没关系。我这次来，就是想把我的心意告诉你。青苗同志，你现在要是没有喜欢的人的话，可以让我当你的底线吗？如果追求你的人条件没有我好，就不要答应他们，好吗？好。千苗同志，这个是我的电话号码，如果你什么时候考虑好了，随时打电话给我，我会一直等你的。晚安。江医生，千苗同志，我其实是想告诉你，我喜欢你。如果没有小说男主的事儿，其实和江医生谈个恋爱，其实也不错。这个小说男主江怀瑾怎么还不出现？等把我们的悲惨结局改变，我再去跟江医生解释吧。现在得先把江医生的电话号记下。糟了！怎么会这样？反正江医生就在苏城医院，号码没了，我再找他去不就行了？也算是给那丫头好好的赔个礼了。江怀瑾，这可是我追媳妇儿的东西，你要是弄坏了，你给我赔啊！雪岩，盐城爆发了大瘟疫，急需我们医院去支援。什么？那我们还不赶快去？那你追媳妇的事儿，哎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？等我回来再跟他解释吧。只是又要对他失约了。对了，你之前不是说会用你的方式追到你的心上人吗？怎么样了？他不喜欢我，不过没关系，我不着急，慢慢来。你跟秦正妹妹也不用担心，她哥哥是医生，肯定会理解你，别担心。这丫头难说，走吧。哼，好，很好。许岩这小子居然爽约老娘那么多次。没事儿，姐，说不定他有什么事情急着要做呢。喂，这儿啊？什么？瘟疫？瘟疫？小说的1988年会有一场大瘟疫，小说男主也会命丧其中。但是现在还在1年前，应该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吧？
听说苏城的医生都被派去支援了，不知道他会怎么样。这个是我的电话号码，如果你什么时候考虑好了，随时打电话给我，我会一直等你。没想到这次真的要很久很久才能跟他见面了。江医生，你可千万安好啊！江医生，是梦啊。不过，我为什么会做这么奇怪的梦？喂，哥。喂，您是秦征医生的妹妹吧？秦医生啊，他被派去支援盐城的瘟疫了。那他什么时候回来？不知道啊。那你们医院里江医生、江主任呢？江主任他也一起过去了。你有什么事吗？我可以帮您向他们科室转达。哦，没有，之前江医生帮过我，我就顺便问问他。既然他们俩都不在的话，我也没事了。谢谢你啊。那应该只是个梦吧。还是先把成衣店的事情搞好吧。生意做起来了，稳定了起来，创立了品牌，我就有足够的资金和力量去帮助他们了。妙语成衣坊正式开业了。哎呀，感谢各位乡亲们前来捧场。开业前3日，所有成衣8折，欢迎选购。哎，走，哎，这裙子领口的盘扣好精致啊！这花色我在供销社从没见过。姐，我们的店终于开起来了。是啊，妙妙，多亏你的设计才能这么受欢迎。为什么秦妙突然变得这么厉害？你给我等着，我不会让你的成衣店开下去的。大家可千万别从这妙语成衣坊买衣服啊！这是我今早从这儿买的衣服，才穿了半天就坏了，我这身上还多了很多红疙瘩，可见这妙语成衣坊的质量真差呀！啊，大家可千万看仔细啊，可别被他骗了。哎呀，还真长了好些红疙瘩，看来这妙语成衣坊的衣服还真有问题，我不买了。那我们买的衣服该不会也有问题吧？我要退钱。就是，我也要退钱。退钱！这下你们这店是开不下去了吧？妙妙，不会真是我们的问题吧？当然不是了，姐，你先别着急。徐小姐，你先别生气，能给我看看你的衣服吗？我们一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。看衣服做什么？我要你赔钱！哼，大家看呐，啊，这妙语成衣坊的老板呢，做贼心虚，他要我的衣服，那肯定是为了混尸灭迹。哦，那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那我还不得做了才不白担这罪名。各位，这是一场蓄意的陷害啊！大家看这衣服，这缝线杂乱无章，一看就跟我们店里的精致的工艺相比，相差甚远。大家可以近前看看我们的衣服，这明显就是有人故意仿了件衣服来陷害我们。是啊，我买过一件同款，确实不一样。不，我就是在你这儿买的。哎，快看，他的红疙瘩好像消了一点。原来你是来捣乱的呀！你是不是骗子？骗子吧，骗子！说，是谁指使你这么做的？徐芳，你要是再不交代的话，我就报警了。哎呀，我说还不行吗？是曾雪，他给了我20块钱，让我来捣乱的呀。他还给了一个做了手脚的衣服，他还教我怎么在胳膊上弄出红斑来骗人。曾雪，你怎么能干这么缺德的事情？就是太过分了。我没有。真不知道作者为什么要安排这样的人生。如果没有他，小说男主原本就该和秦妙好好在一起，也许就不用经历这么悲惨的结局了。曾雪，你做了什么？别以为我不知道。剩下的话，你去警察局慢慢说。大家快帮我抓住他！抓住他！啊！你们抓我做什么？干什么了？
了什么？你自己去警察局说吧。江医生，秦主任负责的隔离区重症患者暴增，他为了转移病人，自己也不幸感染了。什么？其他人继续照顾病患。小刘，咱们去隔离区。医生，求你救救我孙子吧，他伤得很厉害，还咳血，求求你救救他。先救孩子。哎，江主任，你这样近距离接触是很危险的。我是医生，我现在不冒险，难道等瘟疫自己结束吗？怀姐，秦征的肺部感染恶化，需要马上上呼吸机。什么？先把呼吸机给孩子。秦征，我来想办法。医生啊，谢谢你的大恩大德，我来生做牛做马，再来报答你啊！老人家，我是医生，治病救人是我的本分。您放心，您孙子一定会好起来的。谢谢谢谢。主任，你不会也感染了吧？总算把那个曾雪关到局子里了，故意害人，多次搞事，没一个3到5年他出不来的。就是不知道盐城瘟疫那边怎么样了。啊，秦主任，你已经病入膏肓了。把我交给贾丽。秦主任，秦主任啊，怎么又是这种梦？难道他们在盐城有危险？都怪我，小说都是挑着看，这里的剧情我也没看到过，会不会梦里的这些都是真的？不行，我还不想死，我还没娶媳妇呢。就你那拼命样，姑娘嫁给你都得担心守活寡，哪还敢嫁给你啊？怀姐，你怎么也变成这副模样了？哭黄的像个难民似的。就你最白，我只是救人的时候不小心被感染了，这才把我跟你关在一起治疗的。怀瑾的情况还算稳定，目前各项指标都有所好转。对了，秦征，医院那边来了消息，你的家属给你打了电话，让你回去以后给他们写一封信啊。电话吗？小刘，你去帮我拿一些纸和笔，我写了，你帮我寄出去。好。哎，等等，小刘，有人给我打过电话吗？你犹豫什么？大点声说。好吧。报告主任，没有。主任，你怎么了？江主任被你给气的。你好，架子上都是新设计的款式，你喜欢的话可以上身看看。目前盐城瘟疫的形势依旧十分严峻，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，给大家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影响。医疗团队全力救治，保证大家的安全。盐城这是在闹瘟疫，那我梦里的那些，该不会是真的吧？找到了，江阿姨的电话。喂，江阿姨，我是秦妙。听说现在盐城瘟疫闹得很严重，江医生他是不是在抗疫啊？是啊，他一直在抗疫一线，前几天不小心被感染了。他有没有事啊？现在在医院治疗呢，现在的药他不能根治，他的手有可能受后遗症的影响，当不了医生了。看来梦里的都是真的，不行，我不能让他有事。江阿姨，您先别着急，
您告诉我他现在在哪个医院，我马上过去看看。你放心，我有办法能救他。这个年代医疗还没有很发达，如果把后世的药提前做出来，说不定能救很多人。江阿姨，你告诉他，我会过去。啊、好好好，那你等着，我现在叫人去接你啊。嗯。对了，江医生被感染了，那我哥呢？他会不会也有事啊？你好，我是秦正医生的家属，请问秦正医生他现在还好吗？秦主任他之前在一线工作，被感染了，现在已经转移到燕城医院治疗，现在情况已经好些了。你有什么话我可以带给他。感染？你告诉他，我会去探病。江怀瑾，这个药能抑制你体内的病毒，为什么不喝？孙医生，你就别替我操心了，我知道。这个药的副作用就是会让手出现不可逆的颤抖，我不会喝的。江怀瑾，你是不是怕欠我人情，怕我用这个赖上你？孙医生，于我而言，如果做不了手术，也就失去了做医生的意义，这是我自己的选择，你不用劝我了。好，你会后悔的。报告，秦医生，您家属来探亲了，已经到楼下了。什么家属？好像是您小妹。那不就是许岩的相看对象吗？那不就是我家妙妙吗？不行，不能让她进来，这病会传染。哥，你放心吧，我没事。这声音，秦妙，你来看我了。哥，哥，妙妙，等等，秦妙，秦征是你哥哥？是啊。这就是你说的妹妹？啊，对啊，就是我要介绍给你认识的那个。早知道是她，我何必绕这么大一个弯子？那你之前怎么不早说呀？之前是你跟我说你有心上人了，让我不要打你的主意。怎么看我妹妹长得漂亮，后悔了哈？原来秦主任的妹妹这么漂亮，怪不得许医生答应了相看。对啊，许岩那个老狐狸，我说他怎么突然间有了动静？原来是跟秦妙相看，这么好的人，谁不会心动？只是你怎么在这儿？还这个造型？我这叫爱情的结晶。难道他对许岩真的有好感吗？许岩，徐医生，说不定是有人在想你呢。是吗？徐医生，你这一看就是最近春心萌动了。听说你正在和秦主任的妹妹相看呢，情况怎么样啊？她挺好的，我还在努力呢。哟，江主任啊！啊，不好意思啊，小张。江医生，我看你跟我哥都平安就好。你们认识啊？我之前落水就是江医生救了我，害得江医生呛了水，但是又用人工呼吸救了他。后来在纺织大赛上，我又认识了江阿姨。等等，落水？你之前让我帮你找的那个女孩就是妙妙。你说呢？你们俩还怪有缘的，不过可惜了，谁让你之前连话都不让我说完就拒绝？我已经把妙妙介绍给许岩了。哎，你们在说什么呢？没事儿，妙妙，我当时不是介绍那个许岩给你相看吗？之前他还说好了要登门拜访，结果没来，那是因为他实在没办法，我替他向你解释解释啊。我知道啊，盐城事态很严重的，你们作为医生，当然要第一时间赶去支援了，我能理解。那你不会怪他吧？这是你们的使命，我怎么会怪你们呢？不过相看的事情就算了，我有喜欢的人了。你有喜欢的人了？妹妹，这哥可得好好说说你啊！这男人都没什么好东西，你可千万别被骗了。秦征，你怎么这么多话呀？秦妙，你虽然戴着口罩，
还是要小心感染。没事儿，我已经找到治瘟疫的药了，已经吃下预防了。你找药了？怎么可能？你能找到这瘟疫的药21世纪的医疗多的是你们想不到的。江医生，我知道你不肯喝药，是怕留下后遗症，但是我会尽量不让你的手留下问题的，你能相信我吗？我信。那我现在去找医生。秦妙，你有想过给我打电话吗？那张纸条我没收好，被洗掉了。啊。江主任，你真喜欢秦主任的妹妹啊？那许医生那边，你去一鹏那边帮忙，顺便告诉许岩，他喜欢上了我喜欢的姑娘，劝他还是早点放弃吧。江主任，你胆子真大，我现在就去。许医生有急事儿，有什么事等救完人再说，一边帮忙去。不是的，许医生真的有急事儿，秦家妹妹来了。秦征的妹妹啊，就在盐城医院呢。她是来找我的？那倒不是，是来看秦主任的。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江医生托我带句话，说你喜欢上他喜欢的姑娘，劝你早点放弃。你再给我说一遍。许医生，我只是个传话的，是江医生说的，他不是想插足，是他早就喜欢上了秦主任的妹妹了，只不过一直不知道是他。江怀瑾这不要脸的，原来一直说的追的人是他。你回去告诉江怀瑾，我喜欢他，不会轻易放弃的。要放弃也是他先。进。同志是来看病的吗？有什么不舒服？孙医生你好，我不是来看病的，是有一份治瘟疫的药方想交给你们医生。同志，你是哪个医院的？我不是医生，只是名设计师。小同志，这个瘟疫现在几乎举国的医生都束手无策，你怎么会有治疗方案？孙医生，可以给我一个纸和笔吗？小同志，治疗瘟疫的药方我们医院也有，只是后遗症太严重了，我相信你的这一份也好不到哪去。不会。什么？我这些药方啊，都是尽量能避免后遗症的。我做这些就是为了避免后遗症，影响那些有梦想的人的生活。连翘、金银花、板蓝根、藿香、佩兰，这些药材组合在一起，的确可以清热解毒、祛湿化痰，而且对人体也没有很大的伤害。太好了，我这就跟全院医生去讨论一下这个方案。这就是那药。小说里我记得这瘟疫最终就是用的这药方解决的，而且这些药在现代也经过了临床验证，对病毒性传染病确实有一定疗效。哎呀，小秦同志啊，你确定这药方可行吗？这可是跟人的性命相关，容不得差错。王院长，这个药方我见过，的确是治疗疾病的药，而且它对身体没有什么损害。我觉得我们可以试一试，如果可以的话，可以小规模进行试用。他一个做服装设计的，懂什么医学啊？这不是胡闹吗？金医生，我虽非医生，但是药方原理我都懂。连翘金银花抗病毒，藿香佩兰化湿浊，板蓝根辅助退热。王院长，我可以先试服用。哎，江医生，你之前不是一直不肯喝我们的药吗？怎么这小姑娘的药一端上来你就肯喝？因为我相信她。行，就这么定了。秦苗，给我药。要是药方出问题，你担得起责任吗？如果因为害怕担责就放弃尝试，才是对生命最大的不负责。金医生，你作为医生，难道连这都不懂吗？请对专业保持敬畏，无论是服装设计还是医学，都容不得别人有偏见。别怕，我陪你一起等结果。接下来就等着每日测量验证了。
如果这个药真的能治瘟疫的话，那秦苗同志，你就是大英雄了。我只是做了力所能及的事情。那我们就先走了。孙医生这臭丫头，明明跟江医生认识，之前你为江医生操碎了心，她也不肯喝药。这臭丫头随便拿来一个不知道是什么的药，那江医生问都没问就喝了。你看到他们刚刚的眉来眼去没有啊？真不害臊。孙医生，你也不怕放这么个女人在江医生身边，更追不到人喽？金医生，这关你什么事？我孙邯郸是对江怀瑾有欣赏有喜欢，但是我也不是上赶着追着男人跑的人。就算江医生真的跟别人好了，那也是他的选择，我自然会选择放手。我有我自己的骄傲。哼，什么骄傲？一个连哪里来的野丫头都比不上。你真的不担心我的药方有问题吗？说不定后遗症的影响比之前的药都大。我是医生，对药方自有定夺。况且多亏了你，我也能自己单独住一间。秦妙，如果那张号码的纸没丢，会打给我吗？打什么打？打什么打？哥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再不来啊，我妹妹就要被拐跑了。也不是你想的那样。哎，快走快走。孙医生，我就不拐弯抹角了，我喜欢江医生。我猜到了。那你怎么这么冷静？你就不怕我恐吓你、威胁你，让你离他远点？你不会的，因为孙医生，你不是这样的人。如果是的话，刚才就不会帮我交药方了。我那是为了治病着想。那你现在知道了，我喜欢江医生，你就对我没有产生一丝敌意？没有，因为孙医生你是个优秀的人，欣赏同样优秀的异性是自然的呀。可这不关我们之间的情谊。孙医生，你有你的骄傲，我觉得你绝对不会为了某个男人而去中伤任何人。知音啊，我喜欢你啊的思想。其实我一直没有特别喜欢的人，也就对江医生有点好感。但是现在你出现了，我就放弃了。但是我有一个问题，你喜不喜欢江医生？其实我确实是喜欢江医生的，可小说男主和我的结局，其实可以看出你心里答案，虽然不知道你在顾虑什么。祝你能早日勇敢行动吧。谢谢你。我的走向似乎已经摆脱了原主本来的命运。如果这次防疫的药能推出去，小说中的大瘟疫是不是就不会发生了？那小说男主的悲惨结局是不是也避免了？你没睡？从你刚进门的时候我就醒了。那你为什么装睡？还有，你松开。秦苗，我知道你之前的择偶标准我有一些不符的地方，那么现在呢？你的择偶标准有改变吗？择偶标准？你对对方的年龄有没有什么要求？年龄？我今年19岁，我喜欢比我大的，最好不要超过4岁。原来那时候他就已经对我起意了。怎么，这个问题对你很重要吗？对，很重要。江医生，你知道吗？在自己的择偶标准面前，心动才是最重要的，只有心动才是唯一的评判标准。那你的意思是，你也喜欢我？喜欢。那我们可以处对象吗？还得考察考察。秦妙，你不知道男生的头不能随便摸吗？那我就摸了，怎么样？
要负责的。许言呐，这可怪不了我，要怪就怪江怀瑾，这厮手段是真厉害啊！难不成是他在想我？许医生，你就别瞎想了。我看江主任那架势啊，估计现在抓紧一切时间跟齐家妹妹好好相处呢。等你回去的时候啊，估计他俩结婚证都打好了。不是，你怎么还没回去啊？江主任说了，让我好好的支援你。现在是特殊时期，我不能随意离岗。我看他不是让你来帮忙的，是让你来故意给我添堵的。哎呀，哈，是啊，江医生的1周检测报告出来了，病毒载体降到了安全范围，肺部感染有明显的消退，并且没有明显的后遗症状。我说过，我相信你。小秦同志，你的药方在首批使用的30名患者中，28名已经脱离危险，剩下的2名症状有所缓解，看药方有效。哎呀，太好了，这简直是个奇迹啊！连重症患者的肺部功能都在恢复啊！小秦，你这药方从哪儿知道的？这个药方不是我想的，是我在一个梦里梦到的。但是救人之心本来就不分身份嘛，无论是医生还是设计师，只要有心，都能为社会做出贡献。好，好，哎呀，厉害！哎呀，这个丫头闯出点名堂来。秦妙，江医生，之前的号码被你洗了，这次不要丢了。等你考察结束，随时打给我。好。哎呦，小秦同志，江主任，哎，坐啊！来，坐这儿，坐这儿。小秦同志呀，能不能跟我分享一下那个药方是怎么梦到的呀？哎，去，别想独占小秦同志啊！你看，小秦同志长得好漂亮呀，跟画报上的女郎一样。对了，你今年多大了呀？今年19岁。19岁，这么年轻啊？想不想找个对象相看？我有个儿子，他今年……对，我还有一个侄子，他今年也是学医的，他今年……杨医生啊，怎么了？江主任有事吗？你不能给秦妙介绍对象啊，江主任，人家小姑娘这么年轻，不就该和年轻小伙相看吗？啊，就是啊，因为秦妙是我正在追求的姑娘，我喜欢她。啊，江医生，这不对呀！不是说秦医生把小秦同志介绍给许医生了吗？你说从小跟许医生一起长大的，怎么连他的相亲对象都要抢啊？这也太不地道了吧！小秦同志，走，咱们聊聊相看的事儿呀。那张医生，我们走。走。哎呀，小秦同志是喜欢江主任吧？哎呀，其实刚才我们都看出来了，就是故意逗逗他呢。那小秦同志，你怎么还不和他处对象啊？还有点事情要做。哦，对了，你们认识的医生多，你们知不知道一个叫江怀瑾的医生啊？他在哪个医院啊？江怀瑾，那不就是江主任吗？你们是说江医生？你们是说江医生？哎，怎么，小秦同志不知道江主任的真名吗？可是小说男主不是只比我大3岁吗？哎，对了，我听到了一个小道消息，听说呀，江医生为了从小学医拜师，故意把年纪说大了3、4岁呢。是吗？我是说他的皮肤好像没有那么大啊。怎么会？找了那么久的小说男主，原来就是江医生，江怀瑾，江医生。唉，都怪我，这一个姓一个职业，怎么从来就没有想过？我们第一纺织厂支持你这样有志向的人才。这是我儿子，他以后会留在苏城当医生，你以后有任何需要帮助的地方，可以直接找他。
你好，我姓江。你好啊，江医生。秦妙，江医生。杨医生他们没跟你说什么吧？没有，他们都是夸你呢，说你长得好，有责任心，有不少女孩都喜欢你呢。你别听他们瞎说啊！就算侥幸有人喜欢我，我也从来对他们没有过一丝一毫的心动。我只喜欢你。江医生，我有一个问题要问你，你是不是叫江怀瑾？咱们认识这么久了，原来你还不知道我的名字啊？是我的错，我叫江怀瑾。原来我一直在找的人就是江医生，这样的话，我也不用再逃避发展这段感情了。妈，姐姐。妈呀，从来都没有跟我们妙妙分开这么久。妙妙呀，真是长大了。是啊，现在妙妙不仅不傻了，而且还帮别人挽救了很多人。就是我和妙妙一块回来的吧？没人关心关心我呀？哥，谁叫你不好好照顾自己，染病害得我们妙妙担心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你们介绍给妙妙的相看对象，那个许言根本配不上咱们妙妙。嗨，对了，你现在吧也有时间了，也该为自己相看相看啦。妈给你找了好几个相看对象，从明天开始相看了啊。妈，妈，姐姐，我不在的这段日子，成衣店怎么样？放心吧，妹妹，有了你这些设计，咱家店生意好了，远近闻名，都不用愁吃穿了。太好了，当初说让我们一家过上好日子，现在也已经实现了，只需要再稳固，就差备战大瘟疫了。这次我和江怀瑾都要好好活下来。哎，许医生，这抗疫都结束了，您不回家好好休息？小刘啊，这抗疫都结束了，自然是得有仇的报仇，有怨的报怨。我记得前段时间好像一直有人替你们的江主任气我。说，你们的江主任在哪儿呢？在前面206病房。兄弟妻不可欺，太不要脸了！我想你可能搞错了，她不是你的妻子。你跟他相处那么多天，还不是没能让他和你处啊？怪了，我看就是你自己思春吧。我之前还以为他快和我好上了呢。他说他要考察我，看我表现。你听说你在我不在的时候用了什么手段？江怀瑾，我是不会放手的。这次我们公平竞争。好啊，那我等着看你被拒绝。等一下，我有话跟你说，你先别说话。对不起。之前说好了要登门拜访，但是因为任务没能履约，让你白等了。无论如何，我都欠你句道歉。对不起。还有，我一直有句话想跟你说。我喜欢你。我喜欢我？我们不是才第一次见吗？怎么会喜欢我？从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，看见你为别人出手打抱不平，出手相助，我就对你产生了好感。后来我去到你的店里，你把脏毛巾甩到了我的身上，我本以为我又找到机会可以和你见面，但是没想到又因为医院的事情失约了。他表白的对象不会是我姐吧？我知道，江怀瑾那小子也在追求你，他条件优秀，人品不错，输给他我也认了。但是我想问你，
如果之前我没有失约，我们能多相处几次，你会不会喜欢上我呢？啊？是你？我认错人了。你好，我是秦妙，是我哥介绍给你的那个妹妹，初次见面。不过我想你应该是认错人了，你要找的是我的姐姐吧？刚才是在跟我表白。是妹妹啊，难怪你哥没有说清楚。那什么，妹妹你先忙啊，姐夫这就找你姐去。姐夫？那个许言，他好像是江医生的朋友，他该不会以为许言喜欢的也是我吧？之前的号码被你洗了，这次不要丢了。嗯。等你考察结束，随时打给我。嗯，好。喂，喂，江医生，猜猜我是谁？听声音像是考察我的人。考察结果出来了。啊？你想先听优点还是缺点？缺点？缺点是太让人省心了，遇到危险总把别人放在前面，自己永远最后一个撤离。明明发烧到说胡话，但是手里却还攥着患者的病历单，真让人担心。但优点是，这一些让人心疼的事情都成为了让我心动的理由。那你的意思是，我通过考察了？还没，我就是想告诉你，江怀瑾，你得给我好好的活着，等考察期结束。好，这可是你答应我的啊，以后可不许自己再扛着病痛了。好，都听你的。我现在是在和江医生谈恋爱。来，再来一口。江主任，这次病毒升级，就算你之前治愈过，也是会被感染的。你不能不顾及自己的身体。现在医生就这么多，这时候我怎么能后退？江怀瑾，这个梦难道是像之前的梦一样给我警示？大瘟疫这次真的要提前了。不行，如果这次大瘟疫爆发，我必须得提前做点准备。老板，你这里单子上的东西你都有吗？有的话我全部都要买下来。有的有的，我跟你去拿，你稍等啊。都在这儿啊。妙妙，咱们店里的布不是够了吗？咱们买的都是这些不常用的面料啊。这是给防病毒用的。妙妙，按照你的设计图纸，这衣裳裹得比粽子还严实。接缝处应该加一层防水压胶，防止病毒从针脚钻进去。这是留活扣，方便人穿脱。麻布经过药草汁之后晾干，
阻隔飞沫。可妙妙，这瘟疫不都解决了吗？我们要这些防护服还能顶什么用？这病毒虽然缓解了，但是还会卷土重来。你看，我们这纱布口罩太薄，医护人员感染的风险就变大了。我觉得应该用防水层加棉布，中间再加一层活性炭滤芯，这样可以做出多层防护口罩。要多做一些。行。我记得书中的大瘟疫发病后最大的难题，除了用药，就是前期太多医务人员被感染，医疗资源严重不足导致的。这次一定要提前预防。不好了！怎么了？怀姐，不好了！瘟疫再次爆发，这次的扩散规模极大，我们得去支援。怎么会这么快？看来大瘟疫提前。怀姐，这些防护服和口罩分发给医务人员。我最近总是在做梦，梦到疫情大爆发，医院人满为患，连你也多备些药品总没错的。放心，我要等你考察结束，我一定来找你。走。江怀前，你一定要兑现承诺，安然无恙的回来。乡亲们，家里有富裕的纱布酒精的，妙术成衣坊高价回收。另外，做一件防护服能换3斤白面。这时候药布有啥用啊？这些都是给前线的防护服，那都是救命的，救命的。跟我回去。走，快走。太好了，看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闺女们拿去，你们辛苦了，这个不要钱的啊。谢谢，奶奶。姑娘，我们也不要钱啊。谢谢。秦小姐，我们的防水布到了。防水布，谢谢你。江主任，口罩和酒精都快用完了。老江，东区又送来20个重症，药撑不了多久了。这样不行啊。徐岩，你去隔壁市医院借一下。另外，把葡萄糖稀释分装，能撑多久是多久。好，走走。医生叔叔，我会不会死啊？不会的，小朋友，医生叔叔给你保证，你一定会好起来的。江主任，秦家小姐来了。江主任，秦家小姐来了。江医生，我来送物资了。江医生，我一共带了防护服500套，口罩3000个，酒精20箱。另外，你们医院还紧急调配了一批药让我送过来，应该够顶几天。那太好了。江怀瑾，我来和你并肩，就不会怕这些。好，那我这次考察能加分吗？抱一个，抱一个，抱一个，抱一个。先救人，其他的等会儿再说。物资都在外面，快安排人卸车。好，小刘，快安排人卸车。好的。江医生，新来这批药的药效好像比之前还好，而且味儿也更冲一些。病人反馈好像比之前那批见效快些。当然见效快，这原本就是江怀瑾在小说中最后治好瘟疫的药，只不过被我提前拿了出来而已。这药的药方比之前做了调整，至少比以前多了2副药，而且加重了精银化的剂量，对炎症和高热效果应该更强。我们要尽快把药方发下去，务必让每个患者都能用药。好嘞。苦，好苦，我不要喝。小乖乖，良药苦口呀，你把它喝掉，身体里的小怪兽就都不见了。
你看，姐姐也喝过了，是不是一点事都没有啊？那好吧。来吧。 哎呀总算分完了。我刚刚确认过数据，这次药的确改善了不少。水，我要喝水，水还没有到，要紧着大火服药。再忍忍，物资很快就到了。秦妙同志他们带来的物资，咱不能随便占用。今天这种情况还分什么你我？徐医生，水在这儿，你赶紧搬进去吧。嗯。 江医生，喝点姜汤暖暖身子。谢谢啊。你今天也累了一天了，赶紧休息休息吧。我还能撑，倒是你的脸色这么差，你是不是发烧了？我没事。你被感染了！你被感染了！什么时候的事儿？昨天抢救病人的时候，防护服破了。不过现在医护人员不够，我还能再撑一撑。可是你明明答应过我会好好活着的。妙妙，跟我回苏城，我带你去配药。妙妙，来不及了。这次的病毒变异太快，恐怕之前的药方早就失效了。不过我相信有你在，我就有希望。血检结果出来了，病毒载量是之前的10倍。我记得古籍上面有提到过，青蒿配伍，或许它可以克制变异病毒。我要上山采药。你一个女孩去太危险了。可是等药从机场送过来，她就没命了。把药救出来！这不是治瘟疫的药。谁敢碰他？你们都给我滚！妙妙，你没事吧？怀瑾快不行了。什么？难道非要像小说一样，江怀瑾就得死在这场大瘟疫里？不，他就苍生，我就救他。我不会让他和书中一个遭遇。快带我回去。江怀瑾，你答应我带我去看海的，你不能食言。秦同志，考察期能缩短吗？考察期结束了，我答应做你对象了。好。江医生，大瘟疫终于过去了。对，大瘟疫终于过去了。我记得昨天晚上，某些人说是要答应我什么。答应你什么？你忘了？你怎么能忘呢？妙妙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在亲我对象啊。真的？你再说一次。我说，我答应做你对象了，江怀瑾，从今往后，你就是我的人了。
妙妙，你不会是因为担心我昨天醒不过来，为了安慰我才这么说的吧？不是，不是因为昨晚，我本来就想着等大瘟疫过去了我就答应你的。昨晚我确实是害怕了，所以我不想等了，我要立马就告诉你。妙妙，昨天我做了一个很长的梦，我梦见我们在另一个时空相爱了，你信吗？我信啊，我想无论在哪个时空，我们始终都是相爱的。好啦好啦，真好看！我家妙妙呀，是天下最好看的新娘子。妙妙，你今天可真美，便宜了江怀瑾的小子。姐，什么便宜不便宜的，他以后啊都是你妹夫了。再说了，你和许医生什么时候结婚啊？我们都等不及，要喊他姐夫了。到时候啊，你们结婚，我和怀瑾一定包一个大红包。臭丫头，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，抽我干什么？而且我和许妍的事，阿紫还没一撇呢。妙妙，我可以进去讨杯茶喝吗？哎，我找妹妹有点事儿。江医生，新娘子是你想见就能见的吗？红包呢？就是啊，我妹妹可是苏城第一才女，拿点诚意出来啊！有，都准备好了。那这个是给大舅哥的，请相纳。哎，这个是给我未来姐夫的。雪，我要没记错的话，秦宇还没答应你求婚呢。你确定你要拦着我吗？看在兄弟的份上，我今天帮你忙。行。妙妙，走。走。江医生，看啥了？是看不够。妙妙，我写了很多话，又撕了很多页，这可能是我写过最难的病例了。秦妙同志，经多年临床观察，确诊你为我心跳加速症的唯一病原体。治疗方案建议：携手共度余生，每日亲诊，永不痊愈。你批准吗？批准，不过得终身随访，不得缺席。